vivo X70 Pro 不凑数的4颗镜头终于回归。更重要的是 ，X70 Pro 是一代 vivo 跟蔡司光学深度合作的作品，在相机上不只是硬体堆料，而有许多的光学进展，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看到外观，帮你手上的 vivo X70 Pro 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触感更明显的雾面设计，视觉上更加闪亮的同时，也更不容易留下指纹。搭配上蓝、绿、紫3色组成的渐变设计，用色还是比较大胆。这次比较大的改变落在镜组设计上，跟过往上下排列的阶梯设计稍有不同。虽然还是保留了经典的阶层设计，但变成左右2个分区。而在手感上，183克的重量搭配上圆润的机身设计 ，vivo X70 Pro 的重量控制还是非常不错。机身配置上，按键集中在右侧，底部则是有单喇叭、Type-C 传输接孔以及双面双卡设计的 SIM 卡卡槽，不支援 microSD 卡扩充。值得一提的是 ，X70 Pro 采用的是天玑1200的 SoC， 所以可以支援5G 双卡双待。随附配件部分 ，vivo X70 Pro 提供了透明保护壳、出厂时贴好的保护贴、3.5mm 耳机以及转接线材。重点是这次随附了最高44瓦的快充组，在配件上一样是给好给满。接下来帮你也就不废话，直接来看相机部分。vivo X70 Pro 最顶部搭载了一个体积很大的主镜头模组，采用 f1.75 5000万画素主镜头。重点是感光元件用的是 vivo 定制的 1.56寸 Sony IMX766V， 并且支援微云台 3.0 的防手震设计。微云台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帮你稍微带大家看一下重点。简单来说，相机要稳就需要有防手震模组辅助。以传统的 OIS 光学防手震来说，在修正时大多是镜头的移动修正，下方的感光元件是不动的，所以修正的角度比较小，并且还会有一个光学问题，就是当镜头移动到感光元件边缘时，边缘画质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 vivo 力推的微云台防手震，就是为了解决传统 OIS 修正幅度较小，更影响边缘画质的问题。有了微云台的设计，手机镜头的整个模组都能一起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修正角度，也能解决边缘画质下降的问题。从 vivo 内建的微云台校正功能就能看到，微云台的移动角度相较起 OIS 真的很大。尤其当你打开相机后，对着主镜头左右移动，就能发现整个镜组会随着反方向修正。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有了防手震可以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当你的镜头有防手震功能后，除了日常拍照更稳，更重要的是当你在夜拍时，因为有了微云台的辅助，系统可以让拍摄截取的时间更长，得到更明亮清晰的照片，并且不会因为轻微手抖而模糊。所以从 vivo 这几代搭载微云台的机型上都能看到，在录影防手震跟夜间拍摄上大多有不错的效果。而在录影上 ，X70 Pro 主镜头最高支援 4K 60fps 录影，不过在 4K 30fps 下的防手震最稳。透过画面上的跑步录影对比，就能看到搭载微云台 3.0 的 X70 Pro 录影真的非常稳。如果是更剧烈的奔跑，你甚至可以开启超级防手震，也就是透过微云台录影再进行一次裁切，达到更稳定的防手震效果。不过在超级防手震模式下，最高就只能拍摄 1080p 60fps。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在系统中开启防抖助手。简单来讲，只要画面上的小圆点保持在圆圈内，就是微云台可以修正掉的范围，画面就会非常平稳。第二颗相机是 f2.2 1200万画素人像镜头，底部左边是 f1.98 1200万画素超广角结合微距镜头，最后一颗则是回归的 f3.4 800万画素5倍光学潜望式长焦镜头，最高支援60倍数位变焦。以镜组配置来看， vivo X70 Pro 没有战略性凑数镜头。此外，眼尖的朋友一定发现了，这次 vivo X70 Pro 左上角除了有蔡司的蓝色小标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 T-Star Coating 的 logo， 并且根据 vivo 说明，这次 X70 Pro 不只是跟蔡司联名，而是双方都投入了团队，在相机上有深度的调教合作，包含 vivo 跟蔡司合作调教了透光率更高、色散更低的玻璃镜片。根据蔡司的标准，这次镜头的良率也是更加严苛。同时，这次 vivo X70 系列也采用了全新镀膜，能够进一步减缓鬼影。邦尼也直接用样张来说。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复杂光源的测试场景。以同级来说，夜空非常干净。放大来看建筑物的纹理，右下角的树叶细节都更加锐利。更重要的是，所有夜景高亮的路灯耀光都控制得更加纯净。更细节来看，连左下角边缘这种光学容易失误的部分，这次 X70 Pro 在鬼影跟高光细节都有更好的控制。并且在 vivo X70 Pro 上也有效解决了过往夜景模式会有蒙上一层光的感觉。用一句话来说的话，虽然 X70 Pro 用的不是最顶级的感光元件，但邦尼认为这应该可以说是在手机拍照上更朝向进阶光学探索的一步，不再只是单纯堆料在感光元件或算法上。而在日拍部分，这次 vivo X70 Pro 视角相较起上代会更加宽广，暗部细节有明显提升，重点是色彩还原受益于蔡司调教，整体也更加自然。以下邦尼也提供更多样张。比较特别的是，这次蔡司也在人像模式提供了经典的4种镜头产生的特效滤镜。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样张。下面别再提供几张 X70 Pro 在自然模式下的人像样张。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X70 Pro 在人像边缘还是偶尔会模糊到毛发，这时候就可以透过 vivo 内建的背景虚化调整功能，稍微调整光圈大小，让样张的散景更加自然。最大 0.95， 最小 f16。重点是 vivo 的人像也支援了先拍照后对焦的功能，可以改变对焦点，重新计算散景效果。而在超广角跟长焦上的表现，色彩还原跟过往有着明显不同，也比较不会因为望远造成白平衡不稳，跟前代相比算是有感提升。以下也提供样张供大家参考。接着来看夜拍 ，vivo X70 Pro 同样有夜间模式，直接来看样张吧。夜拍上大家可以注意的是 ，vivo X70 Pro 在绿树及建筑物上的色彩还原表现，在暗部细节保留以及整体动态对比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变。透过对比就能看到 X70 Pro 真的是有感提升，也是为什么邦尼会觉得有点惊喜。以下也直接提供更多夜拍样张。而在超广角夜景上，跟上一代的差异比较小一些，整体相对中规中矩。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vivo 加入了超级夜景录影的功能，邦尼也直接提供样片。可以看到，在开启后的噪点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亮度也提升了不少。不过开启后最高就只能拍摄 1080p 30 fps。接着看到效能，邦尼手上的 vivo X70 Pro 搭载联发科天玑1200，搭配12GB RAM 以及256GB 储存空间。跑分测试可以参考以下表格。邦尼也不废话，直接进入游戏实测。首先是 PUBG-M， 比较可惜的是，不确定是不是因为邦尼测试当下 X70 Pro 尚未发表的原因，在 HDR 高清下，目前只支援超高帧率。在连续玩30分后 ，X70 Pro 平均帧数落在了 39.9 fps， 也就是 HDR 高清超高帧率，顺跑满没问题。温度上最高达到正面 31.1 度，背面 30.6 度，温度表现完全没压力。接着是效能测试软体原神，在超高画质连续玩30分后 ，X70 Pro 平均帧数落在了 41.6 fps， 前2分钟的帧率起伏比较大一些。接着就落在40 fps 左右，温度上高一点，最高达到正面 34.4 度，背面 33.3 度，也算是蛮好的温度表现。而在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压力测试中 ，X70 Pro 拿下了 91.3%， 联发科的天玑1200在发热上并不明显，还是比较稳。不过整体来说，天玑1200的表现以2021标准来看，就是高阶效能。而在续航上 ，X70 Pro 搭载4450毫安时电池，在续航测试中，60 Hz 拿下了13小时13分，120 Hz 则是达到9小时20分。日常使用可以维持开启120 Hz 的设定，一天一充没问题。不过如果是重度使用者，则是可以开启智慧切换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邦尼正式采用了新版的测试标准，不能跟过去的结果进行对比。而在充电测试上 ，X70 Pro 最高支援44瓦快充，在邦尼的0到100%快充测试中，30分就能充满54%，1小时充满96%，完整充满则是1小时又7分钟。不过 X70 Pro 不支援无线充电。顺带一提，这次 X70 Pro 的震动表现也更加明确利落。生物安全辨识、支援白光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以及脸部辨识，在系统中也有非常多客制化动画可以选择，两者辨识速度也都蛮快的。以下邦尼也提供实测供大家参考。影音娱乐部分 ，vivo X70 Pro 采用最新 E5 等级的6.56寸 Full HD Plus AMOLED 曲面挖孔萤幕，支援最高120Hz 萤幕更新率。在邦尼的实测中，全白萤幕亮度可以达到800尼特以上，在太阳下不用担心。而在系统中，同样支援深色模式以及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不过指纹的辨识区域并不会永远显示。此外，目前在设定中没有看到低亮度防闪烁的功能。而在外放上还是采用单喇叭，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对比。vivo X70 Pro 这次在影像上还是最大亮点，搭载了4颗不凑数的镜头，搭配上 vivo 力推的微云台防手震设计，对一般使用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拍照和录影的成功率会更稳定。在邦尼的实际体验中，只要不是刻意晃动，微云台可以很好的解决拍照时的轻微手抖。而对进阶影像用户来说，这次 vivo X70 Pro 跟蔡司合作，一起强化手机镜头的光学表现，相较起过往都是堆料在感光元件上。可以看到 X70 Pro 从改善光学特性下手，在实拍上的差异提升不少。在这个黑夜变白天已经是基本表现的今天， X70 Pro 的光学优势反而会在夜间复杂光源的情境下更加明显。好啦，本期节目先到这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邦尼没说到的地方，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